前段时间是吧，巴黎圣母院着火，当时我点开抖音评论，有人说活该，谁让他们上我们颐和园？哎呀，虽然他们连颐和园圆明园都分不清是吧？我们也就别提媒体描述的什么哥特式钟楼等名词了。那么我就在这儿给大家串联一下，那以后呢，你带女朋友、男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有的用是吧？还是像之前说的，在进入内容之前，各位生活郁闷的喷兄，你手里有下滑或者拉黑，给一个省得我怼的你没尊严啊！上一讲说了，我们印象中啊，这希腊建筑都是一堆白石头造的神庙是吧？哎，殊不知啊，这希腊建筑上了色，反倒和中国有点撞脸儿。没错，他们的建筑本来是木造的，只是随着国力上升啊，加上埃及石造建筑的影响，本地又盛产大理石，才出现了这一系列的石头神庙。不过问题来了，别看大理石抗压能力强，盖高没问题，但这玩意儿太重太脆。一旦太宽呢，石头梁容易自己都把自己搞折了。而一直用木头搭房子，希腊人呢仍然用木建的柱梁结构拼大理石，这就导致啊，你必须要搞出密密麻麻的柱子。别看这玩意儿号称黄金分割，但是里面的采光啊，真是让人不敢恭维。总之，一个神庙外面就剩下柱子了。为了再美观点呢，希腊衍生出了著名的3种柱式：多利克、艾奥尼克和科林斯柱式。你只要看到所谓欧式柱子，说中国农村下盖的那种啊，基本都跑不出这3种。那等到希腊自己各城邦打来打去的时候，才发现隔壁一直低眉顺目的好学生罗马异军突起了。都知道那个著名的火山喷了的庞贝古城，没错，比起盛产大理石的希腊，罗马这边有着极其丰富的火山灰、石灰岩，学过初中化学都知道，这俩玩意儿加点沙子就是制造混凝土的必备材料了。所以我们能看到，这罗马早期山寨出来的希腊神庙都是这种混凝土和大砖块子的。没错，那柱子啊，其实基本不受力，基本就是个装饰了。后来罗马也想明白了，混凝土这么好玩，我还搞什么方方正正的石头柱子？于是啊，更为神奇的这个万神殿就出现了。这玩意儿面上看起来是不是还挺像希腊神庙的？但是如果你看它的后背，哇，这大门脸后面其实有一个大水泥罐子。罗马人呢本来就喜欢盖着圆形建筑，这下更是直接修了个大圆顶，以祭拜天穹诸神。没错，这东西啊采光太差，脑袋上直接开了个大窟窿。也多亏是罗马干燥少雨，要不外面下中雨，屋里得下大雨。但就算这么惨，那个门脸啊还是有点东施效颦。你说你罗马干嘛非得学希腊那种木头建筑演变过来的柱梁结构呢？其实啊，这时候罗马大地上早就燃烧起了更适合砖石建筑的工艺了，那就是拱券。没错，就是这东西啊，用这种近似梯形的砖头，你就是直接拼起来，它也互相卡着掉不下去，更别说人家还有水泥混凝土是吧？相比于希腊那种脆弱的石头梁，这种化解剪切应力的结构，至今还被用在各种桥梁上。有了拱券技术啊，这罗马建筑可就大飞跃了。最著名的就是这个罗马斗兽场是吧？你看它除了相模线上还贴几个希腊的假柱子，其他已经和他们的老师大不一样了。除此之外啊，罗马各地还遍布着巨大的公民会堂，叫巴西利卡。这种东西啊，有着巨大的长廊、宽阔的空间，可谓是罗马拱券应用的集大成者。君士坦丁兄啊，就把曾经地下的基督座挖掘出来，当时以公民会堂巴西利卡的形式改造出了更高大的教堂。只不过曾经长边开门的大会堂变成了短边开门，这也就是如今那种一进去一个大走廊的神圣教堂的前身。前面我们说了，这希腊罗马的所有建筑啊被统称为古典式建筑，但随着罗马衰落和罗马斗了4万年的北欧蛮族日耳曼人终于彻底入主西欧。没错，日耳曼人的故乡啊并非是现在的德国，而是信仰着奥经、索尔、北欧的黄头发们。他们在罗马起家时才彻底南下，成为了罗马的死对头。但是日耳曼人原来的建筑啥样呢？我们在北欧啊还能略窥一二。没错，就是这种有着大屋顶的木屋子。因为欧洲北部啊极多雨雪，如果你搞成罗马那种平屋顶，甚至开个窟窿，那简直是不堪设想。问题是这玩意儿在罗马人眼里那就是个窝棚，架不人家也要盖教堂啊。于是这种东西就出现了。这种大木头教堂一年能烧800个，上帝的尊严哪有了？于是啊，一种结合日耳曼人建筑以及罗马教堂的玩意儿，罗曼式建筑就出现了。其实这个罗曼式的本意啊就是罗马式，但你看这个比利时的圣母主座教堂仍然加了北欧式的这种大屋顶啊，是吧？东西还越修越高，为了承重啊，墙贼厚，窗户也不大。欧洲人一看这也不行啊，上帝怎么能待在黑暗里头？于是欧洲最壮观的一种建筑终于出现了，这就是著名的哥特式建筑，名称来源于 Gothic， 是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哥特式建筑最大的特点就是下面这玩意儿，就是这个脚手架一样的东西，它又叫飞扶壁啊，用这种外骨架大
大大减轻了墙壁所需的材料，使得教堂可以开上巨大的花窗，这才有这种火焰式哥特。米兰大教堂以及被火焰烧了的辐射式哥特，巴黎圣母院这种哥特式建筑的尖顶虽然犀利，但里面一堆木架一着火，房顶一般就得玩完。但是你看巴黎圣母院是吧，房顶烧了，那剩下了一个精美的结构十字类拱，也就是这个架构却得以保留，这也是对罗马拱券的进一步发扬，纵横交错，直达天听。不过呢，西罗马虽然被日耳曼人灭亡，人东罗马还活着呢，是吧？比起西欧的长教堂啊，他们更是有着独特的集中式建筑。他们熟练运用了翻拱技术，能在方形的基座盖出一个一个的大圆顶。著名的圣索菲亚教堂就是这个。这一技术啊，不仅影响到了俄罗斯，更是影响到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清真寺，当然也包括那个著名的泰姬陵。这一类建筑我们又称之为拜占庭式建筑。哈尔滨那圣索菲亚教堂也是这种。随着罗马被土耳其彻底干掉，一堆古典的东西进入西欧不说，泛滥的黑死病也让西欧人开始对教权领主控制的时代产生了极大的反思啊，把他们蔑称为黑暗的中世纪。尤其是那些意大利的艺术家，他们一心想以罗马希腊为先师，找回那个辉煌的时代。这也就是著名的文艺复兴。自然啊，他们就把哥特式看作中世纪的产物，而把罗马的穹顶当作至美。随着佛罗伦萨一个圣母百花座堂的问世，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可别小瞧这个教堂啊，就像文艺复兴时为脱骨革新一样。这个建筑虽然修了巨大的穹顶，但是它的核心技术可是用了哥特的类拱技术以及东方的这种 L 型砖。总之，没有哥特的经历和技术，这日后也不可能有这一系列号称文艺复兴式建筑的存在。这其中就包括梵蒂冈的那个圣彼得大教堂。你会发现，除了那个穹顶，曾经的希腊柱式也开始迅速还魂。而在这之后，随着法国的崛起，艺术的进一步蓬勃，也导致了文艺复兴式进一步发展，产生出了巴洛克式建筑。巴洛克的本意啊是不规则的珍珠，大致就相当于古典建筑元素的解构和重构，什么柱式啊、曲线啊、穹顶啊，以各种奢华的装饰，甚至还拼上了一些罗曼哥特、拜占庭的东西，比如这个巴黎荣军院，再比如这个巴黎的凡尔赛宫，甚至你在哈尔滨道外看见的也是这种奇特的中华巴洛克。而在这之后呢，洛可可风格的装潢更是巴洛克的繁复奢华搞到极致。在此之后呢，不仅又兴起了神奇的浪漫主义建筑，也就是哥特复兴式建筑。而随着火山灰下的庞贝古城重现，整个欧洲直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又掀起了一轮新的思潮，叫新古典主义。你能在美国看到像万神庙的大学，也能看见像希腊神庙一样的博物馆，更能看见满脑的新罗马的国会大厦。没错，这不是白宫啊。时间走到这儿啊，已经进入19世纪了。这是美国新罗马梦的开始，也是中国老大帝国的结束。而建筑严格仿佛就绕了个圈圈，其实这不是圈圈，而是一个上升的螺旋。当用近代的技法刻意还原古代的样式，已经越发不适合时代的时候，对于全世界来讲，现代主义的变革善于欲来。虽然啊，很多那种外国人说中国没有什么什么不转不是中国人这种奇葩的谣言、烂梗、烂大街，不过啊，当年日本学界确实觉得，在中国大地上早就没有唐之前的木造建筑了，想要去看唐风，只能去日本的奈良。那当年呢，梁思成早就致力于中国古建研究，但是对于这个魔咒啊，一直是耿耿于怀。多年跋山涉水未果后，他通过莫高窟中一个叫做五台山大佛光寺的壁画为启发，终于在如今新州的五台县发现了名垂青史的佛光寺东大殿。这个晚唐的大殿同日本为鉴真所修的唐招提寺几乎如孪生兄弟，壮美雄浑。在这之后啊，文物学家又在五台县发现了南禅寺，一个更古老也是中国最早的唐代小型木造建筑。随后在山西运城又发现了广仁王庙大殿。我们建筑圈常说唐代木建三个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除了河北正定的开云寺钟楼属于半个唐建，其他3个全都在山西。